好，我们今天接着来解读批社的更新日志。这个星期的2篇更新日志都没什么东西，我们就快速说一下吧。首先是新机制突袭，突袭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大概是袭击敌方实验设施，以破坏其特殊工程。要知道新版本我们想整一些大宝贝出来都得靠这个特殊工程啊，如果能用突袭这个指令把对面这个研究的时间给它拖延住，那我们就可以让对面晚点研究出核弹之类的东西。这个机制主打的还是一个娱乐性，因为所谓的特殊工程基本上都是后期科技，我们一般玩到42年就结束了，根本就用不到。这个感觉很像红警里面的超级武器啊，知道对面出了超武了，我们就得去炸。不过炸了也只能让它多等一点时间。下个功能就比较战犯了，它居然叫惩戒行动。我们可以把地图上各种大坝全给它炸掉，然后淹没整片地区，不知道是谁先带头干的。然后就是炸巴拿马运河的船闸，这个可能是让美国的舰队回不来，但是要一架超级远程的轰炸机才行，我都有这样的轰炸机了，我直接去扔核弹不好吗？接下来是讲这个突袭指令怎么操作的。在这个突袭地图上面能看到这些红色的标志，点开之后就会让我们选择可以执行这个任务的单位。选好之后就会进入突袭的准备界面，这边可以选择承担的风险，估计会影响到这个成功可能性啊。而且我们在突袭的时候是会损失一些装备的，所以这些都要考虑。然后就是读条了，条读完之后就可以启动了。一般我们省事都是点这个自动发动，但是如果愿意手动的话，可以按这个红按钮啊。估计这个准备完成之后，它会出现一个红色按钮给我们摁。这边讲了一下突袭的成功性是怎么算的，感觉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在损失10架飞机的情况下，成功的把这个实验设施炸了 85%， 然后获得了500的这个飞机经验。发动一次突袭还要额外花费25点的指挥点，还是挺便宜的。除了炸大坝、炸船闸之外最有用的应该就是炸罗马尼亚的油田了。不过玩德国的玩家一般都会在自己家里面修这个炼油厂可能影响也不大。最后增加了许多有历史代入感的突袭，这些突袭大概没什么作用，但是主打一个情怀。比如下面这个校长轰炸长崎从下面的图片也能看出来，我们飞机是从宁波这个机场出发的，然后飞到了长崎之后扔下了许多纸片，这段历史应该大家都很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最后的结果大家应该也知道多年之后这些纸片变成了一颗小炸弹。好，新机制讲完了，我们接着来讲比利时的开发日志。新 DLC 最后2个国家比利时和刚果，它这边有一部分打码了这一部分就是比利时和刚果相关的国策。比利时虽然是小国，但是加上刚果也算是一个大国了，所以开局带点 debuff 也是正常的。首先展示的是军事和工业线，这边应该是比利时独有的碉堡线比利时这个位置还是太极限了，它不仅要对德国修碉堡，还要对这个法国修碉堡妥妥一个阿尔巴尼亚。军事线的话，它只放了一张图都没有讲比利时军队实力出乎意料的强大，在德国入侵前他们能集结出60万大军，然而他们只坚持了19天。然后是工业线国策，对于这样一个工业化国家来说，比利时工业分支却出奇的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局把那个和刚果相关的国策都隐藏了。新 DLC 比利时和刚果是有很多互相帮助的国策的，他这边并没有写，所以我们下次刚果国策再讲。接下来是空军线，也很短。比利时在2战仅击落1架德国飞机，没搞明白为什么作者要提这段历史，或许那1架飞机是自己机械故障坏的呢。接着是海军线，众所周知比利时是没有海军的，他们在1927年解散了整个舰队以节省开支，如果我们玩海军得从零开始总算到了政治线，政治线的开头必须得让这个现任政府辞职。我对比利时的这个历史不太感兴趣，我们直接快进首先史实线，史实线的国策非常的短大概6个就点完了。这个主要是因为比利时2战开始之后直接就投降了，所以专门给他搞了一条国王投降的这个线。关于这个投降线，作者也不剧透
不过从它这个国策名字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抵抗类的国策，所以没有那种当伪政府的国策。我原以为比利时会像荷兰一样跑到殖民地去，他这边还是流亡到伦敦了，然后是利用了刚果的资源反攻并没有吃掉刚果。接下来就是比较魔幻的法西斯线了，可以看一下这些国策的名称。法西斯线一共有2条，一条是这个雷克斯代表的法西斯民族主义路线，更强的比利时；一个是弗兰德斯民族联盟代表的扩张主义路线，更大的比利时。从这个图片中可以看出来雷克斯党的话，左边这些基本上都是给我们加一些部队 buff 的。如果我们选择右边的弗拉芒国民联盟，就可以变这个大河南，然后索取加莱，彼属东印度变身勃艮第，再把法国的勃艮第给它吃回来。这么一看，这条线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重新唤起勃艮第旧梦，然后变身勃艮第反向吃法国重建古罗马的比利吉卡行省。好，接下来就是比较公式化的难怂民主线和红线了。这个红线依然是一条给苏联当狗，一条就是自己玩。这边好像还专门给比利时的碉堡做了个模型下面是这个超重型坦克，应该是生产不出来吧，这个也太后期了。这边可以看到比利时专有红线的国策，从国策名来看还是认真设计了一下，比如这个大广场，可以看到这个图标里面有马克思的肖像历史上马克思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表的这个共产党宣言。这个国策树一直点到最下面，依然是可以和左边的红线一样选择苏联保障的。如果不选的话，就是搞这个欧共体也就是欧盟。关于这个王德威尔，我还真不太了解说是在比利时有这个第2国际，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历史了。再往下就是一些顾问和指挥官的介绍了，也没有讲他们具体的 buff。之后就是这个步枪给他换了一个标志。看一下这个比利时的将领开局还有这个4级将呢。这边也是做了新的兵模，最后放了一张刚果国策的截图非洲之星，这个下期再说了。